1909年10月，美国政府在田纳西州查塔努加市没收了40大桶和20小桶可口可乐浓缩原浆。1911年3月13日，美国政府开始了美国起诉可口可乐案，以此迫使可口可乐将咖啡因从其配方中移除。大家好，这里是沃瓦的咖啡频道。今天让我们通过历史上著名的咖啡因案件来聊聊咖啡因的故事。首先，让我们把时间退回到1886年，身为药剂师的约翰·彭伯顿调制出了彭伯顿健身饮料的第一批原浆，并把原浆兑到汽水中出售，放到亚特兰大的雅各布斯药房中售卖。结果一发不可收拾，彭伯顿健身饮料成为了炙手可热的饮品。只是这个名字多少有些不够洋气，于是其合伙人兼会计弗兰克·罗宾逊将该饮料命名为 Coca-Cola， 并为之设计了 logo， 一直沿用至今。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反响呢？除了碳酸水、果糖、糖浆、香料，问世之初的可口可乐主要成分有2个，分别是可卡因和咖啡因，成瘾性可见不小。咖啡因我们等会儿再聊。先看可卡因，可卡因来自于古柯叶子中的古柯碱，叶子自身含有的古柯碱量很低，在 0.25% 到 0.77%。一般咀嚼古柯叶或是饮用古柯茶都不会出现毒性反应或造成生理上的问题，但是如果经过提炼纯化制成古柯碱，就是全世界禁止的毒品。可卡因大约在1929年左右，可口可乐开始在加入古柯叶添加剂之前会先移除其中的古柯碱成分。让我们把视角再次转回到1886年，约翰·彭伯顿坚持使用西非的可乐果来提取咖啡因。他认为这种异国的不同寻常的原材料提取的咖啡因要比从咖啡和茶提取的咖啡因更优秀，能为可口可乐带来更好的体验。然而由于可乐果的产地距离美国十分遥远，产量又十分有限，可口可乐不得不寻找新的更经济的咖啡因来源。而在此时，咖啡和茶叶的生产空前的繁荣，正进入第一波咖啡浪潮的美国对于咖啡的需求量剧增，那些破损的茶叶和咖啡豆因为被禁止用于售卖而遭到遗弃，最终在仓库堆积成山，无人问津。但这些废弃的咖啡和茶叶对于可口可乐公司而言却是一个金矿啊，有了它们，大量廉价的咖啡因就会源源不断的涌来。但是对于只有配方的彭伯顿来说，他需要的是报价更低的供应商。德国达姆施塔特市的默克公司也看到了这些废弃咖啡和茶叶的高利润。默克公司是当时世界领先的化学制药企业，它大量购买了国际茶叶交易市场的茶叶碎片，将这些碎片与醋酸铅一起加工，便能提取出咖啡因。而默克公司并没有打算将成本下降的事情与可口可乐及其他购买者分享。在美国，也还没有一家化学加工企业能与德国公司竞争。正是凭借这样的垄断地位，默克公司能轻易地操控咖啡因的价格，而无需担心会有更便宜的供应商与其竞争。1891年，经过2年的拉锯战，美国实业家阿萨坎德勒终于完成对可口可乐的收购事宜，最终以$2300，约等于现在的45万人民币的价格把可口可乐买下。可口可乐公司在亚特兰大市正式成立。正式进入商业化的可口可乐必然要以利润为先。虽然阿萨坎德勒对彭伯顿秘方中的可乐果仍保持钟爱，但为了利润，他还是缩小了可乐果的比例成分。即便如此，被德国默克公司垄断的咖啡因市场也让阿萨坎德勒非常头疼，找到新的供应商更是当务之急。1895年，来自德国的移民化学家路易斯·舍费尔博士在美国新泽西州的梅伍德市建造了美国的第一家咖啡因萃取工厂。而舍费尔这样的化学家和制药家还有很多，他们共同将这个距离纽约15英里的小城打造成美国化学制造业的中心。同年 ，C.W. 波斯特，美国最大的谷物商品巨头，也看到了咖啡因所带来的丰厚市场利润，于是推出了类咖啡饮品，充满各种谷物的饮料。我们自然可以得知，无论波斯特如何营销，他的产品都不能成为真正含咖啡因的饮料，销量也就远不及可口可乐。从这时起，波斯特对于可口可乐的敌意与日俱增。与此同时，已是美国农业局局长的哈维 ·W. 威利也正在密切关注着美国日益增长的咖啡因摄取量。消费者在享受可口可乐这种新兴饮料带来的愉悦、兴奋的同时，时任可口可乐总裁的阿萨坎德勒正在为降低成本而绞尽脑汁。默克公司正在为垄断咖啡因市场高兴，却不知最大的竞争对手已经在美国梅伍德市诞生了。波斯特、威利这些食品改革派化学家已经开始酝酿一场咖啡因阻击战。1906年，由厄普顿·辛克莱撰写的《土场》
出现在各大书店报摊，其中描写的达拉摩牌纯板油加工场景令公众不寒而栗，一场关于现代食品安全及卫生的运动就此拉开帷幕。1895年，舍菲尔的化工厂刚成立。1897年，为了将次级茶叶逐出美国市场，美国颁布了茶叶进口法案，进口的茶叶碎片和废弃的咖啡豆必须与石灰和辛辣的调味料混合，这使得舍菲尔的生物碱工厂要支付更高的关税及运输费用。即便如此，对于咖啡因的提取依然是有利可图的。1901年左右，阿萨坎德勒找到了舍菲尔，两人达成合作，可口可乐的咖啡因终于有了美国本土工厂提供，德国默克公司的咖啡因垄断就此结束。与此同时，在芝加哥药品加工工业混迹30年的约翰 ·F· 奎尼，在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市成立了蒙山都化学厂，起初只有一条糖精生产线。糖精是一种从煤焦油中提取的人工甜味剂。正在降低成本、扩大利润空间的可口可乐自然不会放过这个产品。1903年至1905年期间，可口可乐买下了孟山都所有的糖精产品，与蔗糖混合成为可口可乐糖浆的一部分。有了可口可乐的合作发展，孟山都也开始咖啡因的提取加工。有了舍菲尔的生物碱工厂与孟山都化工厂的咖啡因供应链，德国默克公司的供应彻底受到制约，并在美国市场完全失去了竞争力。可见，在1901年至1905年间，可口可乐找到了新的供应商，降低了成本，提高了利润空间，并大力发展扩张占领饮品市场。危机也在暗处悄然开始。1902年，时任美国农业部化学局局长的哈维 ·W· 威利带领着化学局的缉毒小分队，调查国民食品供应链中的各种防腐剂和化学添加剂。虽然还没有触及到可口可乐公司，但是想要名留青史的威利与 C.W. 波斯特已经在商界政界对可口可乐中所含咖啡因的危害进行舆论煽动。1906年，由厄普顿·辛克莱撰写的图场出现在各大书店报摊，其中描写达拉摩牌纯板油的加工场景令公众不寒而栗，爆发了一场公众对食品安全的运动，其中抵制咖啡因的运动也就此拉开序幕。波斯特借助人们对咖啡因的恐慌问题，在报纸上大肆宣扬过度饮用咖啡的人会出现神经紊乱，雇佣写手在各大报纸刊登抵制咖啡因饮料的文章。甚至在1907年，北卡罗来纳州的一位州参议员提出禁止含咖啡因饮料在州内流通的草案，该草案得到了当地极大支持，但是反对者们最终以51-39的微小优势取得了胜利。在阿拉巴马、德克萨斯、路易斯安那等地也提出了类似禁止含咖啡因饮料流通的议案。由于可口可乐的受欢迎程度通常都是被拿来抨击的对象，于是可口可乐成为众矢之的。威利等这一刻已经等了很久了，他曾不止一次地检举可口可乐，称其违反食品和药品法，但都遭到了他在美国农业部上司的阻拦。土场风波及各州相继提出的禁止含咖啡因流通草案，让威利信心大增。他在1908年11月首次提议没收可口可乐糖浆，但却被美国农业部的律师告知证据不足，不能立案。不肯就此罢休的威利，在1909年2月继续检举，但同样遇到了阻拦。美国食品药品检查委员会断然拒绝，他们给出的理由是，如果对可口可乐发出禁令，意味着对茶叶和咖啡的进口和贸易商要进行相同的禁令，这对于政府部门来说，那可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茶叶咖啡贸易近100年，如果禁止，简直荒谬。但威利也不是一个因受到拒绝就会善罢甘休的人。1909年10月，威利下令截获从可口可乐公司亚特兰大的工厂运往查特努加市瓶装厂的40大桶和20小桶的浓缩糖浆。坎德勒因此对威利十分不满。坎德勒一直努力让人们相信可口可乐含有的咖啡因还没有一杯咖啡或是一杯茶所含的咖啡因多，声称可口可乐是健康无害的。在对峙1年之后，威利于1911年3月13日起诉可口可乐公司，在美国田纳西州东部地区查特努加市地方法院开庭审理。该案件引起了全国各地各大媒体的关注，成为各大出版物的头版头条。可口可乐被认定有损健康，8瓶可口可乐的咖啡因剂量足以致命。彼时，公众因为对食品安全充满恐慌，从而对咖啡因的抵制来到了白热化阶段。以威利为首的政府派有着诸多名人和世界级科学家的支持。咖啡因在欧洲几百年的历史中不断从蹿红到被黑，如今这场由新型咖啡因饮料带来的危机让咖啡因再次成为焦点。住在田纳西州纳什维尔附近的医生声称，他曾接触过许多患有可口可乐嗜好症的患者，
他提到，那些每天喝8、10、15甚至20瓶可乐的年轻人，他们的心脏功能受到很大程度的损害。而彼时，6盎司约等于180毫升可口可乐中含有76毫克咖啡因，而一杯单份浓缩咖啡的咖啡因含量约63毫克。时任美国农业部化学局局长哈维 ·W. 威利对可口可乐发起诉讼，一时间成为全国焦点。政府的律师团由田纳西州东部地区的美国地方检察官 J.B. 考克斯以及他的助手 W.B. 米勒带领，而他们要面临的是亚特兰大最富经验的法律团队，由坎德勒的弟弟约翰·坎德勒、汤姆森和赫西组成的可口可乐法律顾问团。政府律师团主要强调2点事实：第一，可口可乐中含有被认定为人为添加并有害健康的物质咖啡因；第二，可口可乐名称不符合事实，该饮料中并没有含有所暗示的古柯叶成分。PS 其实是有的。而可口可乐的优势在于，政府的诉讼团竟然在可口可乐发家之地展开这场斗争。查特努加市的人们深爱着可口可乐公司，因为这里孕育了可口可乐的瓶装厂，解决了当地就业以及经济问题，并且这里也是一座非常反感政府插手地方的南部城市。为了得到地方陪审员的支持，种族问题成为政府律师团大肆渲染的焦点。他们的证人，食品和药品监察局的 J.L. 林奇声称，1909年7月在亚特兰大地区的糖浆生产厂看到黑人厨师汗流浃背地咬着烟头，拿着脏兮兮的大勺在黑漆漆的锅里搅拌混合物。政府律师团相信这种严重触犯黑人种族隔离法的行为会让南方的陪审员作呕，并使他们从心底里产生对可口可乐的厌恶。随着政府律师团传唤了更多证人，人们对可口可乐的担心和恐惧开始不断蔓延。住在田纳西州纳什维尔附近的医生声称，他有许多可口可乐嗜好症的患者。他提到，那些每天喝8、10、15甚至20瓶可乐的年轻人，他们的心脏功能受到很大程度的损害。来自田纳西州孟菲斯地区的医生路易斯·勒罗伊自己也承认对可口可乐是瘾成性，每天会喝上半打可口可乐。半打就是6瓶，每瓶76毫克咖啡因，一天摄入量就是456毫克。对于每天在10瓶以上的年轻人来说，已经是咖啡因中毒了。只是在1911年，公众对于咖啡因中毒还没有过多的知识体系，大家对于食品安全关注点在于来源是不是天然的、纯粹的、无人工添加的。政府的律师团又拿出2名药理学家对兔子和青蛙进行实验的结果。兔子和青蛙在服用了一定剂量的可口可乐糖浆之后，猝死在了实验室中。对此，可口可乐辩护团声称，兔子服用了超过合理用量范围的糖浆，即使是一个成年人服用此剂量的糖浆，也会产生身体上的不良反应。双方激烈的争论陷入僵局。可口可乐的律师团意识到，他们如果能够证明可口可乐的商标没有误导，并且能够证明咖啡因不是人为添加的成分，那么他们就能绕开咖啡因是否有损身体健康的讨论。在案件审理持续到23天的时候，可口可乐律师团向法官提出让政府律师团撤销指控。他们指出，政府根本无法提供可口可乐存在商标误导，人们在饮用时就已经知道该饮品含咖啡因。至于是否存在人为添加的成分，似乎很难界定。几天之后，法官示意陪审团对可口可乐公司给予支持。可口可乐立即将胜诉的消息通过新闻界大肆宣扬。为了挽回声誉与经济损失，在芝加哥和纽约地区，可口可乐免费发放印有可口可乐公司在查特努加市审判过程中的辩护宣传册。但是，政府的法律团并没有放过可口可乐，他们不断地上诉州法院。5年间，人们已经对政府与可口可乐之间的扯皮不再关心，因为1914年一战爆发了，欧洲的战争吸引了美国公众更多的注意力。与此同时，可口可乐公司再次面临供应链危机，战争的爆发直接导致了原材料紧缺。1912年，咖啡因的国际价格一直在每磅3.22美元上下浮动，但是战争爆发，1916年每磅已经高达17美元。同年，他们另一个危机是，政府律师团决定上诉至联邦最高法院。在此期间，可口可乐总裁阿萨坎德勒成为亚特兰大市的市长，新一轮的较量又将拉开序幕。联邦首席大法官推翻了州政府的判决，他认为可口可乐公司的逻辑十分荒谬。如果只要制造商们能想出与众不同的商品名，并按照配方来制作销售就能合理合法，那会让制造商不受法律约束将砒霜加入食物中。
他提议应该将案件改成咖啡因到底是不是有毒有害的人为添加物的问题进行再审。这番言论简直又给可口可乐公司雪上加霜。面临着咖啡因紧缺，联邦法院的指控。1918年11月12日，可口可乐公司同意将可乐中的咖啡因含量从76毫克调至38毫克。可口可乐公司的这一决定，让政府律师团不再纠结于可口可乐的咖啡因是否对公众健康有害，并将没收的糖浆桶归还给可口可乐公司。可口可乐咖啡因诉讼案的风波终于平息，而可口可乐还在继续解决着其他的危机。而咖啡因会不会给可卡因和可乐果背了黑锅呢？1929年左右，可口可乐在加入古柯叶添加剂前移除其中古柯碱成分。由于可乐果含有大量的致癌物质亚硝基化合物，为了避免引发癌症的食品安全问题，也为了降低成本，可口可乐在1955年停止使用了可乐果。在咖啡因不为人知的一面，我们提过，是毒是药全看量。爱喝咖啡的小伙伴也要量力而喝。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对于这场近代咖啡因抵制案，大家有什么看法？欢迎评论区讨论。我们下期视频见，拜拜。